大家好，我是阿莫，我今天为大家介绍全新的 GR4。我对 GR4 非常强烈的初次印象。它在近距离对焦、远距离对焦的速度，有没有听到声音？非常的快。在 GR3 拍到一些比较不顺畅的问题，有没有在 GR4 的机身上面得到了一个解决？当 GR4 拿到手上，它究竟跟之前的 GR2、GR3 还有什么不一样？它真的有感的变轻跟变小。还有个我蛮喜欢的一个经典的回归，曝光补偿。我觉得 GR 没有这曝光补偿差很多。GR3 的时候是在 AD 键左右转，那我就觉得说 AD 键已经这么多功能了，你还我不小心 diss GR3 了。曝光补偿是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定要将它独立出来，然后作为一个画面的增减光的控制。我以前使用 GR 的时候，曝光补偿是超级高使用频率，基本上每拍2-3张照片，我就要使用一些曝光补偿。现在曝光补偿直接在我大拇指上面，我就可以每拍一张，然后我可以试试看高曝光的感觉，试试看低曝光的感觉，我直接按就好了。所以其实就变得很方便、很直觉。那因为它设计成一个实体按键，更有意识的去调整光线，自然而然对于光线的氛围感，你会掌握得更加正确。我真的觉得每一台相机的曝光补偿就要做到最显眼的地方，它太重要。然后我再讲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当你把 GR4 的热靴盖打开，它的热靴点变成了6个，可是 GR3 只有4个，这表示 GR4它可能会搭载全新的闪光系统，这个我非常的期待。GR4 它的电池从 GR3 的1350升级到1800，等于它升级了33% 的容量电池。到目前为止，我拍摄一整天，拍照的观感上面会变得还蛮好的。GR4 它内建的53GB 记忆体，就可以让你拍摄3000多张的照片。你真的可以出门就忘记带记忆卡也没有关系。开机速度上面更快，在 GR3 开机。它比较慢，它就GR4 开机这样子，卡，它GR4开机很快，开机很快，这对我们这种从口袋里拿出来马上要拍的瞬间非常重要。GR 这个系列一直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开机快。那我们聊一下我们这些更细微的 GR4 的转盘感觉，它前滚轮的转盘它段落感会更明显，有没有听到声音？一个一个感觉，再来是后滚轮。GR3 的后滚轮是一格一格的，那 GR4 的后滚轮就转成无极的，这样一次就转很多格。然后再来是 GR3 的，它是使用圆形转盘，这个虽然当时觉得很好用，但是后来就觉得没这么好用，因为圆形转盘它很容易误触。就是我可能拍照干嘛的就转一下，那我参数就改变呢。GR4 回归了经典，就是所谓的固定式的按键，拍照的过程不会误触。我更喜欢 GR4 的这种转盘设计，因为以前 GR 这样转盘设计，而且我用了很久都没有出任何的问题，对我在我这老玩家的心里是非常开心的。请问一下小编，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GR4跟 GR3 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我觉得最大差别是防手震。GR3 的防手震是3轴 ，GR4 的防手震是5轴。我拿到相机的第一时间，我就好奇，从3轴到5轴会有什么改变？因为毕竟 GR 是这么小的机身，用多慢的快门来拍照，所以那时候我就拿去大街上尝试啊，调到1秒，然后我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拍下去，1秒很久，我这样咔嚓咔嚓。这么久的时间，他在拍下快门，就发现它也是清楚。然后我顿时觉得，哇，那我梦想中的一种拍照模式就可以成型了，就是在阳光的日子或在阴天的日子，在街道里面，然后使用1秒慢速快门，随心所欲的去捕捉街头的流动与清晰的感觉，那就很像在拍一幅幅的摄影作品与画作的融合。我把 ND 滤镜的快捷键设置在旁边左边这个键。当我在日光拍照的时候，就能开启 ND 滤镜，那就可以确保在1秒的快门速度里面，它不会过曝，跟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视觉感不太一样，创造出我们眼睛看到不一样的画面，整个照片就变得非常有特色，意象的表达。我不是很多相机1秒都可以？没有，手持的小相机唯一1秒可以拍照下去又清楚的，目前只有 GR。如果你有使用过 GR3 手持去拍摄夜景的话，然后并且调慢快门速度，你会发现 GR3 的最慢快门速度，像我来说，最慢可以达到1/4秒。
去拍摄。可是4分之1秒拍摄是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所以安全的快门是1/8秒。但是 GR4 我可以使用1秒慢速快门来进行拍摄，这个非常的惊人。你刚刚说拍那个街头模糊的照片，那你都是用什么模式？讲到 GR 的模式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我们一般来说在 GR 拍照的模式里面，它最常见的是 GR-P 模式嘛。P 模式我们就把它当做 Auto 模式来使用，对不对？但是在 GR4 它有个崭新的变化。当你调到 P 模式的时候，你转前滚轮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AV 模式，光圈宣觉，转后滚轮，它变 TV 模式，所以等于说，在 P 模式下面，你直接透过滚轮的调整，就让 P 模式本身具有控制光圈或控制快门的一个快速操作。在 P 模式下面，你可以维持很稳定的自动曝光，但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调整你的光圈，或调整你的快门的组合，所以跟以往的 P 模式是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在使用 P 模式状态下面的时候，我想拍人像，就光圈变成5.6变 F8， 小光圈背景就不够浅嘛。在以前的 GR3 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转盘转到 AV 模式，然后把光圈调到2.8。现在我使用 GR4 不用，我在 P 模式下面，我只要转前滚轮就变2.8了，就直接拍摄背景模糊的人像。那如果想拍摄食物也是一样啊。那我就稍微缩一下光圈，食物看起来更好吃。所以整个 P 模式状态下面，你可以控制光圈，然后你在街拍的时候，你也可以控制快门。我如果想要拍跑动的小朋友的时候，以前都要切换到 TV 模式。我在 GR4 的 P 模式下面，我只要转后滚轮，然后它整个速度就会变快。P 模式结合它的5轴防手震，我就觉得非常好用。可是这样跟我直接转去 AV 跟 TV 有差别？没有差别，少转这转盘动作，就变成说你在操作上面更简便。听说那个 GR4 有换了新的感光元件。GR3感光元件毕竟是6年前的东西了，所以它的高感度还有它的细腻度有点比不上现在的相机。所以 GR4它换了一个全新的 APS-C 片幅的2600万画素，然后也新的镜头组，反映在画质上面的话，你会感觉到说，在 ISO 到6400的时候，它画质依然还蛮清晰跟锐利的。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地方是理光对于这块感光元件的调教。GR 它这个系列它一直很大的优点就是在于说，它在于高感度的时候，它的噪点不会像其他相机一样是彩色噪点，它的噪点是黑白颗粒感的噪点。在拍摄的过程，你不会觉得高感它的画面变得很脏，超过 ISO 6400到12800这种感觉的时候，它的噪点反而更像底片感。我在白天的时候，我会故意使用 ISO 3200来拍照，画面本身就会带有底片的颗粒感，而且画面的细致度也还在。我在 GR4 身上更放大胆的使用高 ISO 来拍照，在 GR 的 ISO 12800。画质依然可用的范围，拍摄一些比较细腻的东西的时候，你放大来看，那个细腻感依然还在，不会被噪点所掩盖。我宁愿称这些噪点成为颗粒感，因为它的那种高 ISO 的感觉变成一种拍摄的氛围的来源之一。如果在于晚上拍照的话，如果你也喜欢夜拍的话，GR4 的防手震跟它的高感，我觉得是夜拍的一绝。就是你可以用慢速快门来做夜拍，你也可以使用正常快门，使用高感来做夜拍。如果你到了 ISO 25600的时候，这时候请你试试看，一定要使用黑白模式来拍照，拍起来画面质感非常的好。在创作的过程，尤其在街拍的时候啊，有时候拍的清楚漂亮的画质不一定是我们街拍里面想要的，尤其在 Snap 的模式下，因为在 Snap 模式下有2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景深范围，还有一个就是快门速度，所以因此我会特意使用12800的 ISO， 甚至是25600的 ISO 来拍摄街头，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因为你把 ISO 都推高了，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快门速度会变快，然后光圈也会缩小，光圈缩小，景色范围就变大。所以在 Snap 里面，你就可以做到从1公尺到无限远都是清楚的，然后快门速度又很快，可以凝结那种人物跑动或是过马路那种一瞬间的感觉。所以在这种高 ISO 的日光拍摄啊，会让照片保留一种复古的颗粒质感，我觉得这样拍摄质感非常的棒。所以 GR4 跟 GR3， 我们都知道，当同样一个感光元件大小 APS-C 嘛，那么画素越多，
就代表的它的高感度就越差。我觉得 GR 的画素升级到2600万画素，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它在一个高感度的一个呈现，以及在画素可用的范围里面，把它的画质表现到最好。这是我认为 GR 的一个规格看不到的一个改变。那当你拍了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整个感觉跟 GR3 跟 GR2 又蛮大的不同。那我们来看一下也很有趣的它的连拍系统。我把连拍开起来，听一下哦。它的速度其实比以前快很多。那 GR3 我们本身它在日间拍照，有阳光日拍照，它对焦没有问题。可是有时候只要遇到那种比较暗的场合，餐厅或是你在餐厅里面拍美食，它对焦就出现问题。这个部分 GR4 它做到了有感升级，就是 GR4 它本身的对焦啊，你可以听它的对焦速度。好 ，GR4 的对焦。那我们现在看 GR3 的对焦，看 GR3 它很慢，可 GR4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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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3 是咔咔，你就知道 GR4 的对焦速度提升很多了吧？它在对焦的速度虽然不可能说像第一梯队的相机，但是它基本上还是改进了 GR3 的对焦，在这么小的机身下面，它的对焦速度比 GR3 可以提供有感的改进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的开心了。GR3 在白天户外拍照对焦也很快哦，问题就在于说夜晚的时候，室内光线不足的状态下面，它就会咔嚓。不一定会对到，但是它会咔嚓，可是 GR4 就没有，它就咔嚓咔嚓这种感觉。在拍照场景里面，很想要让一台相机可以从白天拍到晚上，跟朋友聚会、去餐厅、去拍美食。如果你对 GR 对焦一直感到失望的话，升级 GR4 真的是最好的选择。讲到这个对焦啊，我再讲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比较细致的东西，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在自动对焦里面，你今天一定会遇到，你用 GR3 按快门去拍摄的时候，你明明就是前面同学离你还蛮近的，可是常常对到后面背景。GR4 它做出一个更有趣的一个设置，叫做对焦限制器 ，limiter near 跟 limiter far， 这什么意思？我们用自动对焦的时候，它有时候不知道你想要拍近一点的主体，还是要拍远一点的主体，所以这时候它可以把你的对焦的范围限制在 far 远方，或是 near 你的前方。你拍摄主体可能是离镜头比较远的，这时候我只要把 limiter 限制在 far 远处，它基本上就会对焦到远方。可是你有时候在室内餐厅用餐，或是跟朋友相聚的时候，朋友事实上离你比较近的，那这时候请你把 limiter 放在 near， 它就会以中距离跟近距离对焦为主，它就不会像以前的 GR 一样，常常你在拍朋友的时候就拍到背景，所以这非常的好。你可以根据你的场合来切换这个 limiter。这个是 GR3 做不到的。对焦限制器是 GR3 没有的功能，因为 GR3 没有这个功能嘛，所以变成说它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用萤幕点对焦，它还是对焦范围还是从近距离到远距离，它还是搜索一遍，然后再拍照，所以它一样，它不会有更快速的感觉。对焦限制器就是它会限制这个范围为主，它的范围变很少嘛，所以它找咻就找到。接下来我想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到 GR4 这一代。它终于把街拍的优先级放到转盘之上。SN 这个效果其实在 GR3 就有了，因为 SN 的效果太强大了，这么强大根本这样没有人会用，所以他就把 SN 提升到转盘层级里面。以前从来没有把快拍、街拍这种东西放到转盘上面，历代都没有。GR4 做出了这个创举。当你转到 SN 的时候，它同时左边画面会出现对焦尺、前滚轮控制距离。你可以从1公尺、3公尺、5公尺无限远去控制距离，然后后滚轮称为 DOF，DOF 有1、2、3，它的景深范围1就是最浅的，2就是中等，3就是最深的。我把它的前滚轮调到3.5 snap 距离的时候，我们左边的对焦尺显示2公尺到5公尺是清楚的。这时候我 DOF 现在是1，我转后滚轮。变2的时候，绿色范围变多。我转到3的时候，1.5公尺到无限远，它都是清楚的，它就不用对焦了。看到什么，直接按下快门就可以拍照。只要它的拍摄范围在1.5公尺之外，它都会是清楚的。
讲到白平衡色彩的时候，我觉得 GR4 的设计师一定有看到我 YouTube 的影片。我在 YouTube 的影片很早期就跟大家讲说，那我们在白平衡里面就有一个设置是冷色白平衡，还有一个设置暖色白平衡。那时候我教大家是使用白平衡补偿来调整。在 GR4 的内建里面呢，它的白平衡就分了3个，一个是自动白平衡，还有一个是暖色自动白平衡，一个是冷色自动白平衡。我们在拍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切换。譬如说我要拍摄人像的时候，我就使用冷色自动白平衡，拍起来人像的肤色就非常的好看。那如果说我今天在拍摄食物的时候，想看起来很好吃，那我就使用暖色白平衡。你今天想拍摄日常所有的拍摄的话，你就用自动白平衡。它把这个白平衡层级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冷暖色跟中间色的一个划分。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好用，直接切就可以，就不用设定。在色彩上面 ，GR4 就多了2个滤镜，电影黄跟电影绿。那电影黄的话，它就会拍出那种温暖的色彩，然后有点回忆的感觉。那电影绿的话，就拍出那种冷冽的一种电影效果。然后在拍摄过程，它有点低饱和，然后有点绿绿蓝蓝的感觉。我自己实测来说，我觉得电影绿还蛮适合作为街拍使用的。稍微介绍一下我本身喜欢的滤镜，我本身还蛮喜欢使用标准模式拍照的。那如果说我想呈现阳光的感觉，那种 bling bling 的金黄感，我就会使用鲜艳的金黄色，非常漂亮。在拍摄人物跟食物的时候，我喜欢用正片。如果是拍摄一些逆光人物，拍摄一些绿树跟人物的搭配的时候，我喜欢用底片。这是我目前对于 GR 的滤镜的使用。接下来我可能会试看看，尝试的使用更多的电影绿的拍摄，探索它会适合怎样的拍摄题材。我是好奇，它的预设色彩跟 GR3是一样的。哦，这个我很好奇，所以在预设色彩这个部分之后还会再做个评测。在 GR3跟 GR4相同的设置下面，然后色彩是否有什么偏移？标准模式下面，或者在底片模式下面，或正片模式下面，它是否有色彩上面不一样？这个部分我会在之后再做影片来跟大家解说。所以这样总结来说的话，你觉得如果现在有 GR3，那 GR4有必要吗？如果你是 GR3 的用户，想换 GR4 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点会特别吸引你。第一个，开机更快，然后对焦速度更快，然后它的防守性更强。我一拿出来，你就按下快门了，看我就拍完了。GR3 在这种顺拍以及它的拍照稳定度上面很不错，但 GR4 做的更加的快速果决，这是我觉得 GR4。对于我这个 GR3 长久用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如果说对于你今天没有使用过 GR 的同学又想要买的话，我只能说你就无脑入 GR4 就好，整个设计更完善也更成熟。它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拍照方式，对焦速度更快嘛，成功率更高嘛。我在慢速快门成功率更高，更不容易手震，每张拍出来的照片都很清晰，对焦很精准。那在表现在拍照体验来说，它就很流畅，会比 GR3 更流畅。就是值得升级的，因为它是你唯一一台可以放进口袋，随时快拍，然后就给你一些生活中的创作带来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或许这一台新的 GR4，你也可以将它作为你一个选择之一，毕竟它很小，很方便，对于日常的创作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相机。我希望在大家看之前先点个赞，因为这影片有点长。没有人会点。没有人点赞。在看影片之前，请先点个赞，谢谢大家。